张敬轩要在成都开演唱会了，跟着他的商业活动接踵而至啊。那这两天啊，好多网友都在说这个事儿。其实关于张敬轩那些破事吧，我前两天刚做过一个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那关于今天讲这个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别被这花里胡哨的海报给忽悠了啊。咱们先给没看懂这波操作的朋友掰扯掰扯。这个海报上白底黑字写着啥？重映活动成都场。你瞧见没？人家玩的是文字游戏啊，这根本就不是张敬轩本人跑到成都啊，站在舞台上给你们唱歌，这就是在电影院或者随便租了个场地，再弄个大屏幕啊，放他2018年香港体育馆那场演唱会的录像。那说的再直白一点啊，那就是一帮粉丝凑在一块儿盯着屏幕瞎激动。他本人呢，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连成都的空气啊他都不会吸一口，更别提露面了。那肯定有人要问了啊，既然他不来，折腾这么一出干嘛？吃饱了撑着的。这就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那这个事儿要是往深了挖啊，那就是张敬轩和他背后的英皇娱乐在那边偷偷摸摸、小心翼翼的试探咱们大陆的底线呢。大家心里面都有本账，张敬轩是个什么成色啊？当年因为立场问题他在咱们大陆早就被冷藏了透透了。你别说开几万人的演唱会了，就是在电视上露个脸，那是分分钟被骂的待遇。可是老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咱们这个大陆市场多大呀，对不对？这个肥肉多香啊！那眼看着别人在这边赚的是盆满钵满，他看着能不眼馋吗？他哈喇子都快掉地上了。但是他心里也虚他知道自己当年干那些破事吧，如果现在大张旗鼓的直接来大陆办真人演唱会，那绝对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万一惹毛了网友，官方再一出手，那他这辈子在大陆真的凉得透透了，连渣都不剩。所以呢，这帮搞公关的就在办公室里憋坏水，就想出这么一个极其鸡贼、极其滑头的擦边球计划。人不来放录像，你仔细品品这招有多阴哦！人不来大陆，不露面、不说话、不表态，就放几年前的旧录像，这成本多低这风险多小几乎为零但是就这么一个低成本的操作却能帮他们试探出3个极其关键的底盘。第一，要是这个重映活动办了，这网上风平浪静，没人骂，没人闹，也没有人打电话举报，那英皇和张敬轩在被窝也都能笑醒。这说明啥？说明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说明大家对他以前的破事没那么敏感了。那要是骂声一片呢，那也无所谓赶紧把这头呢缩回乌龟壳里，反正就是放个录像又没搭进去多少钱，对吧？亏不了。还是第二，是韭菜的生长情况，看看还有多少死忠粉愿意为了一个几年前的旧录像掏真金白银。如果这个票卖得好，粉丝在底下哭天抢地的，那就说明这棵摇钱树它还能摇，以后大有操作空间。如果这个票卖不动了，那就说明这个人彻底糊了公司也就死了这条心，省得以后再往他身上砸钱。那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是官方的态度，这才是重头戏这个活动要是顺利办完了，官方没吭声，好家伙，这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的初级版这就叫默许。那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先重映，再搞个几十人的粉丝见面会，再搞个小型商演，最后顺理成章的开个万人演唱会，这就叫温水煮青蛙要是官方出手管了呢，人家早就想好退路了。这是粉丝自发组织的观影活动啦，跟我们公司没关系，跟他本人更没关系啦，撇的比谁都干净。而且呢，为什么偏偏选成都？你们以为是随机选的吗？太天真了成都那是什么地方？年轻人多，娱乐氛围极度发达包容性强，粉丝基数大。更关键的是成都它不像北京、上海、广州那么处于政治和经济的风口浪尖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全国瞩目在成都这种休闲城市试水最不容易一下子把事情闹大，就算是戳点小岔子，也容易在地方上压下来。所以呢，咱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给粉丝发福利，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低成本零风险的洗白加探路的大戏。那粉丝呢还在那傻乎的抢票举灯牌感动的是稀里哗啦的。
人家资本家正坐在香港的空调房里啊，还盯着数据报表，盘算着下一步怎么把你们兜里的钱掏干净呢。那这张海报呢，就像是一块扔进水里的石头。是的，根本不是粉丝的热情啊，而是咱们中国大陆的底线。那看到这儿，肯定有人说，哎呀，人家最近不是道歉了吗？不是说要带年轻人去大湾区交流吗？哎呦喂，我今天把话撂到这儿啊，他这边浪子回头啊，比塑料话还假。前脚他在文汇报上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道歉信，声泪俱下的说自己年少无知，说自己被裹挟了，以后要好好做人。好家伙，这个戏演的真足啊！可是后脚呢，神通广大的网友一扒，就在他发道歉信的前几天，他悄摸摸在 ins 上一口气取关了上千人。你知道他取关的都是谁吗？那不仅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敏感账号，连容祖儿、蔡卓妍这些跟他合作10几年、好的穿一条裤子的老搭档，说删就删，说取关就取关，这叫忏悔吗？这叫心里有愧吗？错，这在心理学上叫清理作案现场。他这是在销毁证据啊，连观众席都给你清得干干净净，生怕咱们顺藤摸瓜查出来什么。这哪是浪子回头啊？这分明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为了重新上岗做的入职体检。除了咱们之前聊过那些，那咱们再来翻翻他的旧账，看这个年少无知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2015年，为了保障香港同胞能喝上干净的水，咱们这个广东老百姓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东江水那可是广东人民舍不得喝，硬生生供到香港去的。结果这位大明星倒好，在网上发帖，阴阳怪气的嘲讽咱们讲饮水思源是矫情，甚至大言不惭的把东江水比作超市卖的鸡翅。那意思就是，我花钱买的，我想骂就骂。你听听，这是人话吗？这还不算完，香港大学校委会风波的时候，当时医学专家卢宠茂医生一个多大年纪的长辈在这个现场被围攻了，推倒在地摔伤了腿。咱们正常人看都会觉得心疼，觉得愤怒，对吧？但是这位张大明星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自己模仿卢医生倒地姿势的搞怪照片，还配文说自己是在摆 pose。你看看这一桩桩一件件，全网都有记忆。所以你别把他的道歉想得那么高尚，这个道歉就是想人民币了，洗白就是他的手段。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大陆捞钱。就在各路媒体拿着通稿准备把张敬轩塑造成一个迷途知返的好青年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就是 TVB 的老演员马蹄露。那很多年轻人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你绝对见过他的脸。在 TVB 的古装剧里，他经常演那种尖酸刻薄的刁蛮恶婆娘，比如这个《鹿鼎记》里的毛东珠。但是各位，那戏里面他演的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反派，但是在现实生活里他做人却是堂堂正正的英雄。马蹄露写了一封公开信，直接递给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这封信表面上是说，他毛遂自荐，想当个交流团的团长，带着一群香港年轻人去内地走走看看，亲近一下祖国。但这封信的核心却是一把锋利的尖刀。他在这封信里问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局长我们愿意给那些曾经迷路的人第二次机会，去引导他们，可是谁来给那些一直遵纪守法、从未动摇过立场、从未迷失过的人一次被看见的机会呢？谁来引导他们呢？谁来告诉他们你们做对了？马蹄露这一问直接捅破了这场浪子回头闹剧的窗户纸。大家想想那保安局搞那个正向引导项目，初衷呢肯定是好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嘛，对不对？用引导代替惩罚，给犯错的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在宏观上没有毛病。可是放在具体的个体身上，放在张敬轩这种人身上，就让人觉得无比的憋屈凭什么呀？凭什么一个把国家利益踩在脚底下，嘲讽同胞、侮辱抗疫英雄的人，只要轻飘的说了一句我错了，就能立刻获得原谅，就能立刻拿到顶级的资源，就能继续做大明星，受人追捧。而那些从一开始人家就坚定站在国家这一边，哪怕被打得头破血流也绝不低头的人，却要遭受雪藏、网暴，失去生活来源。这个世间还有公理吗？还有王法吗？还记得2019年香港那阵吗？
那个大街上是群魔乱舞，不少所谓的大明星要么装死，要么背地里给乱港分子递梯子。可是马蹄露真叫一个硬啊，一个弱女子啊，在街头看到暴徒砸着柜员机啊，没二话，直接掏出手机记录罪行。结果呢，他被那帮丧心病狂的混混当街围殴，嘴角缝了10几针。被打成这样，他怂了吗？面对镜头，马蹄露只有一句话啊，我不后悔，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那事后呢，他不顾安危啊，去警署送物资，痛斥暴徒啊是认贼作父。就冲这份铁果，人民日报专门点名表扬，把他和谭咏麟、成龙大哥一起列为真正的爱国艺人。生活里的他不炒作不作秀，把拍戏的辛苦钱捐给内地盖学校，那看到拾荒婆婆会自掏腰包买吃的。什么叫德艺双馨啊？这就是香港演艺圈的脊梁骨。比起那些坐在豪宅里玩文字游戏的张公子啊，马蹄露的人格简直是光芒万丈。爱国不是喊口号，那是长在骨子里的脊梁，那是流在血管里的血。马蹄露这封信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张敬轩们那副为了利益随时可以切换人设的嘴脸，也照出了真正爱国的那颗金子般的赤诚之心。对于张敬轩这次成都所谓的重映试探，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别来沾边儿。